香港鬼故经典，高街鬼屋的诡秘传说。我独自伫立在凌晨3点17分的西营盘高街，街灯刚熄灭5分钟。这是城市刻意安排的。黑暗市政局在1998年便决定，凌晨3点后关闭高街2号方圆100公尺的所有路灯，据说是为了节省能源。但我清楚记得档案馆泛黄文件上的另一行小字，应附近居民联署要求，减少夜间光害对历史建筑氛围之干扰。什么样的氛围需要如此纯粹的黑暗来保存？空气稠密如液态的墨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凝成白雾。尽管气象署显示今夜温度是摄氏22度，那雾气不是往上飘散，而是下沉，贴着粗浊花岗岩墙面滑落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牵引着，流向建筑地基深处。石墙开始呼吸，我抬起手，掌心贴上墙面，冰冷。不只是冰冷，是吮吸。那石块在吸吮我掌心的温度，细密的汗珠刚渗出毛孔就被抽走，皮肤下的血液流速似乎都缓慢了。我猛然抽手，借着稀薄月光查看掌心，掌纹间残留着暗红色的粉末，凑近鼻尖，不是铁锈味，而是更古老的气息，氧化血浆与绝望唾液混合后百年陈化的气味。强在呼吸，不是隐喻，是物理性的微弱的起伏。我后退2步，看见整片 L 型立面以一种极缓慢的节奏膨胀收缩，像巨手沉视的胸腔。花岗岩的接缝处渗出粘稠的暗色液体，不是水，比水更重，滴落地面时发出大一声，然后迅速渗入柏油路面的裂缝。这是冷凝现象。我曾听一位建筑师朋友解释，石材在夜间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，空气中水分凝结，但他从未来过这里。在凌晨3点之后。拱廊下的数学，我数着拱廊的数量。官方资料说19道拱门，1、2、3。月光勉强勾勒出罗马式拱券的轮廓。走到第7道拱门时，我停住了，影子不对劲。我的影子本该在身后，在月光照射的方向，但此刻面前的地面上多了一道影子。那影子从第7道拱廊的深处延伸出来，是个人形，坐着的姿势，低垂着头。影子边缘不是模糊的，而是异常清晰，仿佛是用最锐利的刀刻在地面上。我缓缓转头看向拱廊深处，空无一人，石凳上只有几片落叶。但当我回过头，那影子动了，他的头抬起，转向我的方向。没有眼睛的黑暗轮廓，却传递出注视的实感。心理投射，我对自己说，黑暗中的是错觉。然后我听见声音，不是耳朵听见的，是颅骨内侧的共振，像有人把嘴贴在你的后脑勺说话。第8个病人星期3，注射0.5克卢米钠，他还在抓门。声音断续，夹杂着钢笔在纸上书写的沙沙声，还有指甲刮擦木板的声音。不是曾经发生过的声音重现，而是正在发生，就在此刻，就在这道拱廊的某个我无法看见的维度。我快步往前走，数到第13道拱门时，数字乱了。第12道后面直接是第14道。我回头12、13、14，但刚才明明少了第13道。我站在原地，强迫自己再数一次。这次从第1道开始，1、2、3、11、12、13。第13道拱门出现了，它就在那里，和其他的拱门毫无区别，仿佛从来不曾消失。但就在我数到它的瞬间，拱顶滴下一滴液体，落在我额头，温热的，带着咸腥味。我没有擦，任由它从眉骨滑到嘴角，是泪水的温度，血液的味道。2楼的窗户有戏。抬头看2楼的窗户，所有窗户都是黑的，除了一扇从左边数第4扇，有微弱的摇曳的光，不是电灯的光，是烛光，或是油灯。窗后有人影走动，很忙碌的样子，端着什么东西，俯身又直起，重复，像是护理人员在照料病人。然后看见第2扇发光的窗户，右边数第3扇，同样的烛光，同样的人影，但动作不同。这个人影在挣扎，被按倒，又挣扎。接着第3扇
第4扇，整排窗户接连亮起，每一扇后面都在上演不同的场景：注射、捆绑、喂食、清洗、写字、祈祷、撞墙。这是1939到1971年精神病院的全部日常，同时呈现，像一场疯狂的多幕剧。我注意到一个规律，每扇窗的烛光摇曳频率是同步的，1下、2下、3下，像是在呼吸，不是在计数。当我下意识地跟住数到第47下时，所有窗户的烛光同时熄灭，黑暗，完全的黑暗。然后所有窗户同时爆发出尖叫，不是录音，不是残响，是鲜活的，从无数喉咙深处撕扯出来的尖叫。男生女生，年轻苍老，汇聚成声浪的洪流，从2楼倾泻而下，把我淹没。我捂住耳朵，没用，那声音直接钻进颅骨。尖叫持续了整整1分钟，我用手表计时了，秒针走了60个，然后戛然而止。死寂，比我到来时更深的死寂，连风都停了。4. 地下室从来不存在。官方蓝图上，这栋建筑没有地下室，但每个老街坊都知道，日战时期，日军挖了地牢。我走到建筑东侧，那里有一块地面颜色稍深，是1970年代重铺沥青时留下的修补痕迹。传说这里是地牢入口，战后被封死。我蹲下，把手贴在地面上，温暖，比其他地面温暖得多，像下面是个正在运作的锅炉。我把耳朵贴上去，先是模糊的声音，像隔着很厚的水，渐渐清晰起来。日语，很多人在说日语，语速很快，夹杂着吼叫、木板撞击声、金属拖行声，然后是一声极其清晰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粤语。我无讲，死都无讲。接着是钝器击打的闷响，1下、2下，骨头碎裂的咔嚓声，液体滴落的声音，很慢，很有规律，像漏水的龙头。然后是日语的计数，1、2、3、4，数到17时停顿，换成另一个人继续。18、19、20，他们在数什么？击打的次数，还是我的手掌感觉到震动，不是来自地下，而是来自建筑本身。整栋楼在震动，非常轻微的高频震动，像无数人在同时颤抖。震动持续了20秒，正好对应地下的界数。然后地面突然变冷，刺骨的冷，像把手伸进冰柜冷冻库。我抽回手，看见掌心的皮肤发白，失去知觉整整5分钟才恢复。5. 阁楼的第3种时间，抬头看屋顶的阁楼窗户，那里从来不对外开放，连古迹修复时，工人也只是从外部加固，无人进入。此刻，阁楼窗户里有光，不是烛光，是更现代的光源，可能是手电筒或头灯。光在移动，很稳定，像有人在里面勘察。我看见光扫过窗户内侧，映出一些影子，悬挂的绳索，铁链的轮廓，某种带齿轮的金属器械。然后我看见了人影，不是1个，是2个，穿着现代服装，背着装备包。他们在窗后交谈，但我听不见声音，只能看见嘴型。其中一个人指向下方，正是指向我所在的位置。另一个摇头，举起相机拍摄。他们是谁？哪个机构的调查人员？还是其中一个人转过脸，看向窗外，直直的看见了我。我们隔着3层楼的高度对视，他的脸在背光中模糊，但我能感觉到他脸上的震惊。他猛拉同伴，2人快速退后，离开窗边。阁楼的光熄灭了，但在我视网膜残留的影像里，我看清了那人举起的相机型号 Nikon F3， 1980年代的老式单眼相机。而他同伴背包上的徽章，是港英17市政局1979年成立的一场建筑现象调查小组的标志。那个小组在1983年就解散了，档案全部遗失。6. 消失的第13级台阶。我决定进入建筑内部，正门锁着，但西侧的紧急出口虚掩着，这是附近流浪汉都知道的秘密。
楼梯间比外面更冷，不是温度的冷，是时间的冷。每上一级台阶，都像穿过一层年代，1910、1920、1930。空气的密度在变化，重力在微妙调整。我竖着台阶，1楼到2楼应该是21级，1、2、3、10、11、12，第12级之后没有第13级。我的脚悬在半空，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，不是下一级台阶，是虚空。我收回脚，站在第12级上，抬头看，楼梯继续向上延伸，但第12级和第14级之间确实是缺失的，不是损坏，是根本不存在，像宇宙的 bug。我试着伸手去触摸那个缺失的空间，手指消失了，不是隐形，是从腕部开始，手指的部分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我能感觉到手指还在，有触觉。我摸到了木头表面，刻着字。我用指尖读取那些刻痕。查捐1942年12月25日，我某出卖任何人李国强1943年1月17日19岁无名氏1944。对无主阿妈，这是死囚的遗言，刻在刑场的木柱上。我的手指正在触摸1940年代的木头，我想抽回手，但有什么东西握住了我的手腕，不是人类的手，更冰冷更僵硬，是多只手叠加在一起的触感。他们在拉我，要把我拉进那个缺失的第13级台阶，拉进1942年的圣诞节。我用尽全力后仰，另一只手抓住楼梯扶手，木头扶手突然活了过来，变成无数只细小的手抓住我的手臂、手指、衣袖。耳边响起混杂的语言：洛黎陪我，星期3注射，姓名、部队编号。阿妈阿妈。我闭上眼，用尽全身力气一扯，手臂出来了，手腕上有清晰的指印，5组叠加在一起，深紫色，像胎记。第13级台阶出现了，它一直在那里，普通的混凝土台阶，上面还有尘埃，但我掌心多了一样东西，一片碎布，深蓝色，粗糙的棉质，边缘有烧焦的痕迹。1940年代香港囚服的治疗。7. 镜廊2楼的走廊被称为镜廊，不是因为有镜子，而是因为两侧对称的铁闸病房，像无限反射的镜像。我走在走廊中央，左右两边都是锈蚀的铁闸，后面是黑洞洞的病房。我的脚步声有回音，不是回音，是同步的脚步声，从每一间病房里传出。有人在里面和我并肩行走，步调一致。我停，脚步声继续走了2步才停。我加快脚步，里面的脚步声也加快，但始终领先半步。走到走廊中段时，我看见左边第3间病房的铁闸后站着一个人影，白色病号服，长发披散，背对着我。我继续走，右边第5间，同样的人影，同样的姿势。然后是左边第7间，右边第9间，每一间病房里都出现了那个背影。他们同时缓缓转身，我没有看他们的脸，直觉在尖叫，不能看。我盯着地面往前走，竖着地砖的裂缝。1、2、3，后生仔。声音从正前方传来。我抬头，走廊尽头站着一位老护士，穿着1950年代的制服，手推车上摆着药瓶和注射器。探病时间过左了，他说，声音温和但不容置疑。你快低走了。那杜毛你要万凯也。他走近，脸在昏暗光线下异常清晰，太清晰了，像高解析度照片贴在真人脸上。有凯都走无道。他推车上的药瓶里液体在自行晃动，没有外力，却像沸腾般翻滚。你手腕凯燕。他看着我的手腕。会带你返离，今晚明晚总有一晚，你会行到第13级，然后无再上离，亦无会落返去。他推着车从我身边走过，我闻到他身上的气味，石碳酸消毒水、汗、
还有某种甜腻的腐败味。走过后，它和推车一起消失了，像从未存在过。但我口袋里多了一只注射器，玻璃质，老实，针头已经生锈，里面有暗红色的残留液体。8. 出口及入口。我回到1楼，从原路离开，推开紧急出口的门时，外面不是高街，是一条从未见过的走廊，两侧是日式推拉门，地面铺着榻榻米，尽头挂着太阳旗。门在我身后关上，锁死。我转身敲门，没有回应，推拉门也打不开。走廊深处传来木屐的声音，咔咔咔，不紧不慢地接近。我背贴墙壁，看着走廊尽头的转角，先出现的是军刀的刀尖，然后是穿着军靴的脚。脚步声停在转角处，我看不见那个人，但他能看见我。呼吸声，粗重潮湿的呼吸声，像肺部有积水。日语低沉沙哑。一人来，又来了一个。然后是笑声，不是一个人的笑声，是很多人的，重叠在一起，从每一扇推拉门后面传出。我闭上眼，数到3，用尽全力撞向左侧的推拉门，门开了。我跌进黑暗，翻滚下楼梯。睁开眼时，我躺在高街的人行道上。东方泛白，清晨5点03分。建筑静静矗立，拱廊在晨光中温和庄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手腕上的指印更深了，从紫色变成近乎黑色。注射器还在口袋里，针尖在晨光中闪着冷光。口袋里还多了一张纸条，泛黄的日式便签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赐回地下1接待，下次在地下室等候您。没有落款，只有一个印章，大日本帝国陆军宪兵队。我站起身，拍去身上的尘土。晨运的老人从身边走过，对我微笑。后生仔，嫌早离影像啊？那栋楼日头好亮家。我点头，挤出笑容。走过街角时，我回头最后一次看向建筑，在2楼左边第4扇窗后，就是昨晚有烛光的那扇，我看见了一个人影，不是背对，是正面，贴在玻璃上，直直地看着我，然后缓缓地举起手，挥了挥，不是告别的手势，是下次再见的手势。我转过街角，快步离开，手腕上的指印开始发烫，像烙印。我知道第13级台阶在等我，而这一次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数错。后记，给未来探访者的备忘录。如果你计划夜访高街鬼屋，请记住不要数拱门，如果数了发现少了一道，立刻离开，不要寻找，不要触摸墙面，尤其不要让皮肤直接接触。如果听见同步的脚步声，停下来，等里面的脚步声先走远，绝对不要看病房里人影的脸。楼梯一定要1步2级地上，跳过第13级的概念。如果遇到老护士，不要接她的任何东西，不要回答问题。离开时确认门外是高街，如果不是，不要惊慌，闭眼数到10再开门。如果带走了什么纪念品，天亮前丢进维多利亚港，不要留到日落。最后最重要的一条，当你感觉有人在颈后呼吸时，那可能不是你的错觉，但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回头的那一刻，你就成了这栋建筑历史的一部分，而历史在这里是永远不会结束的。